谢谢谢谢。谢谢，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下吧，坐下聊啊，喊什么都有啊，听着跟起哄似的啊。天上冷飕飕，地下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窝头。哎，不来了不来了。我爱看你们起哄啊！再来一个还是窝头啊！谢谢吧，大伙儿的这么鼓励，这么支持，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工作哈？没有，我一猜就是。但凡有工作，谁坐这儿听我这儿瞎说呀？各位都是有文化、有文凭、有身份证的人啊！这是您各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郭德纲水平一般，尤其中国评书界比我强的有的是，会有的。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啊，我就去干这行，都是记问之学。啊，你说相声、说书，这都是慢慢的学，哪有说谁多大能耐？顶多落一个勤奋，把别人喝啤酒的时间用在吃早饭上。但是呢，看书是很重要的，我还是比较爱看书。我16岁离开天津到北京来发展，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带着拿纸箱子装的书。在北京落魄那么多年，这书是越买越多，无论搬到哪儿去，这点书没丢过，一直跟着我。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么些年也没找着黄金啊，但是呢很开心。我觉得看书真是很长知识啊，人嘛无论哪一行哪一业，其实都离不开记问之学这个词儿。有的人谦虚，哎，我这没能耐，我记问之学，但其实能做到这2点不容易。谁的知识不都是这么来的吗？第一，记就是看书啊，拿过这书来，哦，怎么回事？看完了他就记住了。问呢，就是找高人呗。您看这我没明白，您给说说吧。谁的学问都是离不开这2样，除了这2点，您告诉我还有什么求知的渠道？第一就是问，第二就是看书啊，记问之学。当然，我们这行还是需要老师点拨的，因为说书、唱戏、说相声离不开老师告诉你，因为很多经验、很多舞台上的东西，那个是书本上出不来的，必须要拜师。这就是拜师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管师傅叫师父啊？你看有人说师傅，这是错的。好多这个人家写字一写的跟那个厨师那个师傅一样，那是不一样的。你修车王师傅、李师傅，那鞋底子赵师傅啊，炒菜孙师傅，这都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艺人师父，师徒父子，天地君臣呐。为什么说尊敬师傅要像父亲一样呢？你父亲生你养你了，这师父呢，他教你吃饭立身的本事，那是他一辈子积攒下来的，有这个你就能活一辈子了。所以说像你父亲一样。为什么我们这行尊重师傅是这么个原因啊？当然了，这个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见解啊，也有好多人说，但这个很难讲啊，一个人一个活法吧，不重要。我说书的师傅是金文生先生，我京剧的师傅是赵林童先生，我相声的师傅是侯耀文先生，啊，这3位先生啊，这是我在册的3位恩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老师也都教过我，啊，你看我们这行很奇怪，你比如说唱戏，唱戏一个人能踹好几个师傅，你很奇怪吧？您看，哎，著名艺术家张三，你看他的简介，他的师傅啊有多少位？因为京剧来说，他有的时候这个师傅可能就教你3出戏，剩下那2出是这个师傅教你的，所以人家允许。那说相声没有这样的啊，除非是特殊原因，也不是没有。这老师然后岁数大了去世了，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师傅，也是可以的，啊，同行也都认可，啊。侯先生其实我认识的时间
并不是很早，不是从小就认识他。侯耀文先生，这大家都熟悉，啊，很可惜啊，去世的时候才59岁，英年早逝。这个岁数的相声艺人在舞台上，其实是最好的时候，经验、火候啊，对舞台的把控都是最好的。他活着那会儿啊，有一年算卦，有人给他算卦，说你能活93岁。他逮谁跟谁显摆，啊，还特意告诉我，你得把身体弄好，因为我得活到93岁啊。这万没想到啊，这个老天爷不疼个人，59岁他老人家去世了。我后来就问我说，你们找着那算卦的，咱问问他。结果他们说你别找了，他死在侯先生前边了啊，这真事儿啊。你说哪说理去这玩意儿啊？侯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乍一接触他的时候都觉得哟，太厉害了，你看他多横啊！但是你接触之后，你就发现，哎呦，这个人很单纯，他简直就是一个小孩儿，他身上充满了很多童真，是这么一个人。你看我们出去演出去，我有一年在广州一块儿演出去，他出去逛玩具城去。你说这么大一侯耀文先生，他逛玩具城，他买小汽车遥控，然后叫演员们到舞台上走台，大伙儿都上晚上演出嘛，下午上台上走台去，他躲在那幕后头，把那小汽车搁在台上，拿着遥控啊，挨个撞你的腿玩，那一看就是他干的呀。一会儿打幕后边出来，乐得跟什么似的，高兴，很单纯。有一天夜里边在外地，他跟我商量，哎，你说我要是明天早班机赶回北京，提着包出现在铁路文工团，他们是不是得吓一跳啊？我说那管什么呀？啊，好，那算了，不去了。特别可爱。团里开会跟好多相声演员，他因为作品，因为什么，他真着急，真是拍桌子跟你着急。这儿拍完桌子说吃饭去，马上就搂你肩膀，走吃饭去。刚才那茬他就忘了。他是这么一个人，很单纯。最早的时候呢，他住在北边，我住在南边，从我那儿到他那儿得1个半钟头。啊，有时候不好开的话，就这2钟头。但他对我是真好，有时候经常我那儿饭都得了，他这儿打电话，快来呀，啊，吃饭来，我做好了。我这撂下筷子，赶紧往他那儿赶，高兴。啊，跟我实话实说，我真是觉得，为什么他去世的时候我很伤心呢？就是这么多年来，在说相声堆儿里边，曲艺界、戏曲圈唯一一个跟我没撒过谎的人，没有瞎话，就是侯先生，这个很难得啊。当然，他跟其他的徒弟啊、朋友，他有时候跟他们也斗，因为他一个人他住在这个北边嘛。那会儿来说，北边不像现在似的这么繁华，那么大一个屋子，他又是寂寞，他胆小，就是老往家里叫人来，快来呀，海鲜。吃海鲜大螃蟹，你想跟说相声说这个那还了得呀？说相声的这帮人流着哈喇子就都来了，啊，这一进门他告诉我煮挂面吧，这是经常的事情啊。他就这么一个人，胆小啊，从来也不到医院去看病人，他不去，谁有病让他上医院探望不去，不是对你有意见，是害怕医院。第二是从来不去火葬场送人，害怕。啊，他去世之前几个月吧，将近半年吧，他一直闹后背疼。其实咱们现在知道，如果那会儿去检查的话是没问题的，啊，后来不是心源性猝死吗？啊，那会儿觉着他就觉得是颈椎后背，一进后台，快快给我撵一撵，大伙儿挨个给他撵啊，但是没想到，最后落了这么一个结果，59岁，要活了现在才得多开心呢，是吧？麒麟剧社他不得天天上那儿唱戏去啊？国家菜他不得上那儿霍霍去，是不是？啊，上哪儿去他得跟着玩去。哎，就是希望他在天上好吧，能看着这个行业能越来越好，就很开心了啊。行了，说点闲话，咱们得干点正事儿啊。接演三国，这个我也不能问你们上回说到哪儿了，因为你一定会说忘了。哼，谢谢你们的忘了，你们要老记着我吃谁去。三国不好说啊，说三国会很累，因为它不好编
啊，每句话呢都得有真东西，还得思典，讲这些个文言，分析当时的天下大事啊。要说《聊斋》，那我就了不得了啊！我能睡着觉、喝着酒、抽着烟、烫着头，跟你们说。神话啊，那怎么说都对呀，唯独这个那怎么说都不对呀。同样一件事情，我这儿分析的人可能来专家说你分析的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对吧？所以您各位呢也别跟我较真儿，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现如今三国咱们已经说到了泗水关这儿了，这回泗水关厉害了，怎么呢？来了一员大将华雄啊。华雄在三国里边算是数得着的英雄，他要是不来，泗水关早就破了。他一来了，把这赵岑高兴坏了。赵岑是泗水关的总兵，早先有一个副手，玩游戏的胡震。要是有看视频的朋友，非得乱了不可。怎么这里边要看视频呢？上回书咱们闹着玩嘛，咱把胡震、侯震搁在一块儿了啊？没有啊，反正胡震死了，就剩下这个赵岑了。哎，正着急呢，华雄到了，董卓派他去，赶紧死守住泗水关，泗水关不能丢啊！啊，一个是泗水关啊，一个是虎牢关，这是最后的阵地，不允许丢。来了之后，俩人见面先客气客气呗，您辛苦，您辛苦，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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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俩人说过相声，这是过去说相声还有这些个卖艺的人见面必须打招呼的一句常用语啊！您辛苦，您辛苦。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啊！好多人都觉得江湖这俩字不好听啊，觉得就是打打杀杀。其实您是不了解，江湖代表的是仁义，代表的是道德啊。当然您要不明白这个，这得有机会慢慢聊，它是一个大的选题。两人见面之后，赵岑就把当下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都说完之后，华雄点点头，好，您陪着我，咱们敌楼以上观敌料阵，就是上城楼看一看。好，您请。这儿有人外边伺候着，有打这儿出来到城根这儿，下了马，顺着马道这儿上去，站在了城上边往下观瞧。兵似冰山，将似将海，盔缨滚滚，甲叶摇摇。城外边是孙坚的人马，离着多远呢？大概5里。有人说5里就能看见吗？那是，他不是5里地外站着一个人呢，他那是一片呢，连人带马，旗帆招展的。看完之后，华雄就有数了，耳边低低的就跟赵岑商量，咱们要如此这般如此。他们商量的这个事情，孙坚就知道。那么孙坚怎么知道了呢？为大将者呀，那不是一天到晚的吃了就睡呀，那得精神上得多警惕。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泗水关上你城头的旗子有变化。这个旗子过去来说，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正中央无忌土。这个东方甲乙木这个旗子是绿的，西方庚辛金这个旗子是白的，南方丙丁火是红旗，北方壬癸水这是黑旗，正中央无忌土是黄颜色的旗。过去是按照旗的颜色排兵布阵，旗子动了，说明你那个兵就动了。孙坚这儿有人盯着呢，这儿回来一报告说他城头之上，他的旗子有变化。仔细那么一分析，虽然说猜不出来对方到底要干什么，但是感觉得出来他们来了外援了。所以说很多事情想到了就要马上去做。孙坚当时吩咐所有的人来呀，咱们
暂退10里。本来是在5里这儿，咱们往后再退一下，大伙儿这就拔营往后退。为什么呀？多留一个退身步，离他太近了，有的时候不方便，所以把大营往后又退。退好了之后，又重新的安排好了，坐在营里边，孙坚跟左右的将军把眼前的事情又安排了一下。天儿也不早了，说睡觉吧。刚躺下，就听外边乱了套了，紧跟着有人就进来了。将军，快点起！坏了，有人劫营！劫营啊！谁来了？华雄来了。你看这玩意儿，得亏退了10里地，要不然就出大事了。是这么安排的，是。华雄又聪明又猛，说今天呢，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咱们呢夜里边去劫他的营寨，所以饱餐战饭，带着人就来了。这一下可就乱了。你要说白天两军阵前，你站好了，我们也站好了啊，大伙儿这一喊一闹，然后你派一个人，我派一个人，这儿一打仗，这是一回事儿。但这半夜都睡着觉呢，呼啦一下全起来，准有乱的，有那个迷迷糊糊的，啊，有那撒癔症的，有梦游的，有说梦话的，反正各式各样的吧。哎呦，这一下就乱了阵脚了。哎呀，华雄是真勇啊！就在两军阵前，就在营盘里边，什么叫切西瓜？就是他，挨着死，碰着亡啊！跑吧，这就乱套了。而且华雄在兵营里边就瞪着眼睛看帽子。为什么看帽子呢？找孙坚，找这个主帅。因为孙坚这脑袋上这帽子上他有一个簪缨啊，红的。您看京剧舞台上不也是吗？有一簪缨，但他这大，形容词说像豹子尾，像狮子尾，就这么大一团火红的在脑袋上顶着。说逮着他了，那一定是主帅。华雄啊，就坐在马上，控制兵刃，就找。跟前碰见谁，这儿吵起来，咔嚓一下子就把脑袋切下去了，那是真勇猛。孙坚一瞧够呛，而且现在关键营里边乱了，当务之急，我不能让他逮着呀，啊！因为刚才眼睁睁看见好几员战将都人家砍了。这时候身边过了一位啊，祖茂、祖大荣，祖将军说：“您呐，快把这盔摘了吧。”怎么的？你赶紧在逮你呢。说时迟，那时快，祖将军过来，把这盔帮着摘下来，往这边跑。啊，找了这么一个柱子，把它挂在柱子上面。这个是之前有老百姓啊跟这烧火时候留这么一个柱子，把它放在这儿了，就乱了哄哄当中。华雄看见了，在那儿呢，催马过来，再一看上当了，正好跟前儿就是祖将军。二话没说，抡起刀来，咔嚓，力劈马下。这一下，孙坚这儿就乱了套了。跑吧，因为这会儿没有别的了啊，往回就跑，大败而归呀。赶等回到营盘这儿，要见袁绍，孙坚眼泪都快下来了。第一，损失了自己的几员大将；第二，我没脸见人呢。18家诸侯并在一处，现如今我没能得胜仗，而且败着太惨了。在外边低着脑袋，眼睛含着泪儿，进了辕门，啊，往这大帐里边走。这一进来，大帐里边鸦雀无声，因为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说这个孙坚这儿大败啊，这儿说着呢，又打外边进来了，来到里边一撩这假叶子，扑腾跪下了。哎，
元帅，孙坚请罪。我被那华雄偷袭营寨，大败而归。说着话，眼泪就下来了。啊，请元帅治罪。袁绍点点头，将军请起。两军阵前一时胜败不算什么，将军您辛苦了，请起。啊，站起来了，旁边有人搀了一把，站在那儿连头都不能抬。您想这个状态太丢人了，心里边又难受又心疼自己的这些个战将。营里边都看着袁绍，看这事怎么办。袁绍点点头，列位将军呐，休得惊慌，少要害怕。这个今天没想到啊，华雄如此的凶猛，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料明日他必然前来。探马仔细的盯着。是。刚说完，探马进来了。启禀元帅，将华雄大兵离此30里，追来了。再看两旁这些个将军，这些个诸侯，你看我，我看你，这个词儿叫面面相觑。人家追来了，说明他胆儿大呀。按照这个状态，他其实打完了之后，他就应该回泗水关休息休息，然后看下一步。人家没有，人家追来了，他人再多也没有咱们18路诸侯的人多呀。看来这个主来者不善。哦，袁绍点点头。各位将军，即将安出。即将安出，那意思谁有主意啊？有什么想法？你们说一说吧。哎，就这会儿功夫，探马又进来了。报，启禀将军，华雄离此20里。快呀，提速啊！有人说怎么那么快？那是得快啊！不快的话，这书哪辈子能说完？我看网上评论，现在他们都嫌我说的慢。其实我要想说的快，也不是不行啊，20分钟我就能说到刘备死，那就没意思了啊。行，我尽量快点说吧啊。简短截说，这会儿功夫天已经都亮了啊。各位将军在这儿，心里边都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办。因为18路诸侯虽然说是一个反董的联盟，但是各位，您记住了，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是一条心呢？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每个人出发点也不同，每个人的想法和他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他就不可能是一条心。所以这会儿如果打胜的话，还能鼓舞士气。就怕打败了啊！哦，袁绍琢磨这事儿，心知道眼前这一仗非常的重要，必须要把华雄打败，否则的话很难啊！简短截说，待会儿功夫探马进来了，说华雄离此10里。就这一句话，这周围这些人就开始嘀咕了：这怎么办？到了，来了，可差不多不远10里，一会儿就到了。一出来什么？一出来死就到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啊，军心不稳。袁绍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各位将军，哈哈哈，不算什么啊，谅华雄小儿此番前来插标卖首。插标卖首，草标，撅一根草插在脑袋上，就代表着出售。说这回华雄来，就是脑袋上别一草棍儿，
上这儿来卖脑袋来的，给大伙儿一个定心丸，说安排一切，准备迎敌。简短截说，人家华雄来了，人马就扎在你的营盘对面，两军对垒。华雄把这儿稍微的安顿了一下，把兵卒们都调整好了，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啊，你来人吧，咱们比划比划，讨敌骂阵。袁绍这儿开始了，哪位将军领本都督一支将令擒拿华雄？谁能去？话音刚落，就在这边出了一位将军，20来岁，这个身高1.75米左右，很精神，很帅啊。姓什么？姓于啊，不是干沟鱼，不是于老师那个鱼啊，比喻的喻没有那个口字边，姓于，于社，于将军。我将愿讨一支将令啊，斩那华雄首级来献。好啊，将军多加小心，给他一支令箭，去吧。这儿出去了啊！各位将军，稍安勿躁，华雄有名无实，未必如何。就听着外边战鼓声响，紧跟着有打外边有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于是将军马前未走3合，死于华雄之手。未走3合，圈过马来，叮当一下子，叮当2下子，叮当3下子，人就叮当了。哎呦！各位，你看我，我看你。袁绍点点头。还有哪位将军愿意出马？必须得有人盯上啊！这会儿没人盯上，咱们必须得回家。有打这边出了一位，我将元王。再一看这人呢，姓潘，叫潘凤，手使八卦开山月。月呀，很像斧子，那么个玩意儿，也不知道谁研究出来的。拿这么一个出去打仗去，打柴多好啊！出来了，我将潘凤讨一支令箭啊！我要征战华雄。好，潘将军多加小心。这儿拿着令箭啊，往外就走。刚出去，小校就回来了。报，潘将军未走1合，命丧马下。刚出去啊，到那儿就死那儿了，这就是送死去的呀！啊，还有哪位将军征战华雄？有吗？有。咱们不重复说，真有几位将军出来讨敌骂阵啊！去一个，去一个，去一个，去一个。片刻之间，华雄连斩8员大将，几乎就是到那儿，人家夸一下就完了，没有什么技术。整个中军保障安静下来了。哎呀，袁绍叹了口气，可惜我那颜良、文丑2员大将不在身边呢。什么意思？我那儿有俩了不起的，颜良、文丑，我们这哥俩要在这儿，你们全不灵，是这个意思。这个呢是既有卖派，也有着急，多重心理。颜良、文丑这些个诸侯，你看我，我看你，你去，你怎么不去呢？是不是？你挺厉害呢，嗨，我跟你逗着玩呢。眼瞅着出其一个死一个，出其一个死一个，谁不都得掂量掂量吗？我不能去，我还今儿约了9局了，我死了，我那桌都订完了，是吧？我不能去啊！
你去我也不能去，我儿子下礼拜结婚啊。那不能，那怎么办？那看着呗，看到什么时候看不灵咱就跑呗啊！军心涣散，袁绍坐在这儿如坐针毡呐。这凳子上面，这垫儿上面都是钉子似的，都是针扎屁股，太难受了。心说这个我们是不是不该来呀？18家诸侯讨董卓，这刚到汜水关我们就回去了，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哎，叹了口气，刚叹完这气，就打这边闪出一个人来，启禀元帅，某家讨令，我是力斩华雄。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哎，不来了，我们一沾起哄，你们能力可大了。我看好多人我很眼熟啊，这一看就是在棚里边跟过我好多年的热心观众们啊。来的时候那些位都是小姑娘，你看现在哈，谢谢这几位大姑大姨的。说书啊，混个人缘啊，有时候未必说的那么准确啊，但是您各位呢捧支持我这瞎说，您还挺爱听，得了。也就是您各位不跟我上吝，因为不管是说相声还是唱戏还干这个，其实就是拼个人缘啊！我喜欢你怎么都对，瞎说也爱看，唱了那玩意儿没板了、凉调了、忘词儿了，我们就这艺术风格啊，还喜欢。他要是恨你怎么都不对啊！郭德纲唱的戏不对啊，这梆子味儿的、评戏味儿的，这个味儿那个味儿的呀，不爱听。正常，凭什么人们都这么爱听你，对不对呀？很正常。现在这个其实还挺好干的啊，为什么呢？观众素质也高。你要过去有时候你现场有的时候你要惹了观众，那这个戏没法唱啊。我印象很深，当年老先生也聊天，有些个杂志上回忆录也说过去的艺人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从潜意识里边，其实对艺人他没有这么尊重，并不尊重你这个行业。当然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行内讧厉害，啊，天天自个儿挨打架呢，可不招得人家不爱看你们呗。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观众呢，有不同的地方处理方法。为什么过去那个京剧大家到外地去演出，第一站是上当地的票房呢？每一个地儿他都有个票房，京剧爱好者们在一块儿，一般这个呢都是当地的富商、有钱的人，哎，爱京剧的坐在一块儿。你不管你多大的京剧大老板，你到这儿来也得上这儿拜码头，上票房来跟大伙儿一块儿唱两句，聊一聊天，吃个饭，让大家觉得你是自己人，人有见面之情啊。他跟你一块儿待会儿，他就不骂你了。你看这过去这个老先生们，人家聪明就在这儿。你要不去，他唱的还没我好呢啊！你凭什么捧他呀？但是你跟他拍拍肩膀，一块儿俩人撸个串，那就不一样，你就是自己人了。自己人怎么都是对的，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啊！跟观众其实就是个过日子，啊！当然有的时候唱戏，有时候有的事儿，我印象很深。你看其实我最难的时候都是唱戏那会儿最难。有人老觉得郭德纲说相声那会儿不容易啊，说相声一会儿就很容易了，啊！我当年唱戏的时候，就是天天的台上台下、前台后台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那会儿我在天津的时候，80年代末在天津唱戏，那会儿都是小班啊，所谓小班就不是专业院团，10几个人、20几个人租一份衣箱，我们就唱戏了。什么周边郊县庙会我们也去，村长家过生日我们也去。
给钱就唱呗，8块钱6块钱唱一场。那会儿馒头1块钱6个就能养家了。那会儿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小班之间互相的争斗啊，我们这叫什么？这美丽评剧社啊，人叫漂亮帮剧团，类似吧。其实难的就是剧社之间互相的争斗啊。你说天下的事哪儿说理去？是不是？不重要啊，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啊。所以后来说了相声，在这里边，这不叫事，您比唱评戏这玩的差多了啊。接演《三国演义》。上文书咱们说到泗水关前，华雄来了。华雄厉害呀，啊！当然他的出现是有他的作用。三国里边好多人物其实都是虚构的，都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但是并不重要啊。在现如今，华雄算是把18路诸侯难住了。整个大仗谁敢出去？因为都知道出去之后没有别的，就是咔不拉嚓，让人宰了算拉倒。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士气这个东西，要是鼓上去了就鼓了，鼓不上去就算玩完啊！所有的这些位都傻了，没人敢动。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就打这边出来一个人，说：“元帅，某家愿讨一支将令，斩杀华雄。”所有人的眼光全看，这就是按照电影手法啊，唰，这个机器得推上去啊，地上得铺轨道啊，往上推，得推到这人身上。这个人往这儿一站，所有人都，哎呀，怎么呢？你看这穿正打扮。这不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呢，没有职务，头上连一个赤金的抹额都没有。抹额，您看唱戏啊，那个武将出来，这儿带着这么一个玩意儿，我们叫大蛾子，上面带着珠子，带着炮子，带着绒球，哆里哆嗦的那玩意儿。哎，当然舞台上呢是把这个东西又美化了，但真实的武将。这儿确实是应该有一个赤金抹额，他这是干嘛用的呢？他是表明你的身份，他有品级，你是副将，你还是什么身份？通过这个一看啊，知道你是谁啊。一般来说这是标配啊，你这得有铠甲，这带着赤金抹额，但这主往外一走没有，头上戴一个绿缎子扎金，长方脸儿。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散满前胸。他老人家终于出现了啊！谁呢？关二爷。华雄的出现是为了衬托关二爷。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用处的，啊，往前这么一站，袁绍就愣了，怎么呢？不认识？他们是跟着公孙瓒这支队伍，公孙瓒带着刘关张一块儿来的，18家诸侯里边，公孙瓒算是一路人马，但是能力太小了。啊，在这里边反正算你一个吧，就落一这个。平时说话呀什么的，他轮不上你，他不是 C 位，不是主咖啊。您想，公孙瓒都那样，他带来的人，袁绍哪记得住啊？对不对呀？这就愣了。来者何人？关二爷站在这儿，平原县令。玄德公帐下马弓手关羽关云长。袁绍差点啊，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大伙儿都恨疯了。我们这样都没敢说话。哎呀，平原县令刘玄德手下的马弓手，
马弓手，各位管8个人12匹马，他手底下就8个人，啊，站在这儿，气宇轩昂。袁绍也对得起他，轰出去！那意思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啊！我们这有正事，你上这玩来了，啊！将他与我插出帐去。实在巧不了了，啊！两旁边就有人过来，马上要就推关二爷。站起来，本初且慢。谁呀？曹孟德。这个曹操，这个比袁绍啊高出多少倍去？不管是能力还是智力、情商、智商，方方面面都超过他多少倍。为什么人家是一代奸雄啊？他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你不成功？你不成功就对了，你凭什么成功啊？是不是？赶紧过来啊！曹操，本初且慢。别人都喊元帅，他喊本初。本初是袁绍的字。这句话一出来就是，哎，哥们儿，听我的，这身份在这儿啊！我跟于老师似的啊！哎，老钱儿啊！哎，这，哎，当然也不能哪儿都喊，因为我们要上赌场。老钱儿，哎。那我们俩非得让人打出去不可，啊！本初且慢，给面子得给，那是必须要给的啊！这句话一出口，两旁边的人就退下去了，这就不能插出帐去了。他们一退啊，袁绍看看他，那意思你怎么能劝得了我？他上我这儿起哄来了。曹操点了点头，本初啊。人出大言，必有其能。这话说的对呀，你看他说大话哈，准有能耐。当然这就是俩极端，一个是真有能耐，一个是真想死，可不就是这个呗啊！说他必有其能啊。话说到这份上，袁绍也不能说别的。好，孟德公所言极是。现在客气客气，你不能驳了他呀！啊！曹操一转身，面向关云长。曹操爱才呀！云长公，按现在的身份，他不用这么客气，但这个就是曹操过人之处。他这会儿小关，对吧？大红脸也不是不可以啊。阿宇啊，阿宇不合适，就是身份这个问题很奇怪。你不是后来呀，汉寿亭侯那是另一回事啊，蜀国的五虎上将。您现在您不是，你就管着12匹马呀，对不对？但是曹操没有，尊重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功，让你过得去。不在任何地方让你尴尬，也不丢什么，也不损失什么，不就是一句客气话吗？让对方的心里边热乎乎的，这就是曹孟德会用人啊。云长公、孟德公啊，关羽来说是不卑不亢，我是马弓手，但是我也没觉得你们比我高到哪儿去，该客气咱们得客气啊！此去征战华雄，多加小心。是，多谢孟德公。曹操一挥手，看酒来。旁边有人端过一个盘子来，盘子里边有3斗酒。斗啊，四方的小杯子。这个东西在戏台上您看得见，您看我们唱戏的时候，哎，一说喝酒端起来那木头碗儿，那个叫斗，
啊，基本上来说不算纯四方吧，略微有点长方形，两边带耳朵，啊，那叫斗。这一斗酒是4两，啊，3、4、1、12。这酒得是热的，因为那会儿人喝热酒，但是度数不高。因为咱们到了元朝，才出了类似白干那种所谓的烈性酒。它这会儿这酒呢，其实比色酒的度数还要低一些，哎，烫热了喝，以状形色。而且那会儿敬酒最次就得是3斗，只有病人才喝1斗酒。哎呦，这人病了，听，哎，给来斗酒喝吧，热热乎乎的，他对他有点恢复，是这么喝。所以逢这种场合必须是3斗酒。旁边就有人把这盘子拖过来，上面3斗酒，猛德举起来了。云长公，请饮此酒，以壮声色。关羽谢了谢，微微一乐，多谢猛德公，斩杀华雄回来，再饮不迟。你再看各路诸侯，气！可以理解，你这玩呢？大爷，您要干嘛呀？啊，你还回得来吗？你就应该死之前再喝一回。哦，还杀了人再回来，哎呦喂！各位气的都不行了。袁绍也有点看不过去了。云长，你要多少人马呀？不管怎么说，现在同意你去了啊！你要多少人马呀？关羽微微一笑，按单人突击，不需要。所有的诸侯，切！这日子过不了了。啊，他拿我们找乐来了，这是。袁绍也气坏了啊！哦，一个人都不要啊！啊！关羽点了点头，多谢元帅容让，谢孟德公赐酒，得胜而回，再饮此酒。转身往外就走。跟着出去是谁呀？关羽的马童。各位您记住了啊，是说三国，这一点很重要。唯独关羽的这个马童在书里边是有名字的，他叫马洪，洪水的洪，是个山西人。因为关羽他也是山西人呢，哎，关二爷很喜欢他。这主呢能力很强，一直就跟着他。传说他有2大技能，第一日行300里，第二复力500斤，这肯定是夸张。那个年头，一个人一天走300里地，那怎么可能呢？只不过就是说腿底下快，他是得快呀。你可包括到后来，关二爷骑着赤兔马，你说他这腿要慢啊，是吧？他怎么跟着跑？他在后边弄一车跟着，啊，就是一直用马洪。咱们就介绍一次，永不再提了啊！别的说书的要问，你们可别告诉他啊，就怕你们那个嘴不严呢。马洪跟这儿出去了，啊，就听着外边鼓如暴动，两军阵前征战华雄。这3斗酒在这儿放着，冒着热气儿。曹孟德一回头，元帅，这儿不含本初了，因为什么？要说正事儿。刚才是求情，拿人情打动你，本初，哥们儿，听我话。这完事儿之后了，咱们得说工作了。哎，元帅，我要请3000兵，两军阵前关敌料阵，给云长助威。曹操这点做得不错，说你给我3000兵，我上那儿去啊，
最起码咱不能打这个光棍的架呀。人家那么些人呢，咱不管云长能力大小，他一个人去了，咱不能这样办事啊。我请3000兵，我带着两军阵前啊，我给他助助威也是好的。袁绍点点头，好，孟德公此言甚是，就拨与你3000人马，两军阵前观敌料阵。话音刚落，就听着外边鼓炉暴动，紧跟着是一片喧哗。有打大营外边噔噔噔噔噔走进一人，关羽关云长手里拿一东西往地上啪啦一扔，俺斩了华雄，前来交令。伸手拿着酒杯往嘴这一送，酒尚未寒，美髯公温酒斩华雄。有人说了，为什么不提两军阵前？您可能也听别的先生提过，两军阵前，关羽见了华雄，啊，这刀怎么举，怎么现这转，怎么左脚领凳，怎么转过来，俩人如何啊，说这个调度，这就是一个活儿，一个干法。因为什么呢？这一点我是很喜欢三国的原文，《三国演义》的原文也没有在战场上琢磨多少，他也是把重心放在中军保障，一切都是话外音，一切都是 OS 啊，都是外边那如何了。我觉得很讲道理。华雄的出现是为了衬托关羽，奠定了关二爷的这个基础。温酒斩华雄是他人生中头一件光彩的事情。你两军阵前你渲染这个没有意义，打3合打2合有那个必要吗？我们要的就是快，人快马快刀快。那么大的一个华雄，说死就死了，听完之后你得佩服关二爷好样的，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说此时间关二爷回来，把华雄脑袋往地上一扔，伸手就拿着酒搁到嘴边一喝，这酒还热着呢。哎呦，满营的将官，大小的诸侯，这个评语叫做目瞪口呆。傻了呀，你瞧不起人家啊？人管8个人12匹马，人天桥的保安啊，现如今人家回来，这个脸露大了，这是一辈子的名气啊，所有人都傻了啊。曹孟德过来了，满面堆欢呐，哎呀呀，云长公真有天神相助。为什么到了后来曹操这么爱关羽呀？那是发自肺腑的呀，真爱呀。但是此时此刻，你看看袁绍，你再看看袁术，就这哥俩，没往心里去。为什么最后二袁会失败？每一个细节都说明了他必须要败。如果说太平年间你这样做还则罢了，现在是乱世，需要拉拢人才啊，你得把这有能的人都得聚过来，得帮你啊。你到这会儿还想的是，哟，他怎么比我强呢？那你的结果是必须要死，因为你这种素质的人他不可能成功。袁绍呢多多少少还好一点，尤其是那个弟弟袁术，好家伙，混蛋多少钱一斤，他多少钱一斤啊，都快恨疯了啊！他的意思，我要去比他强，你要去早死了，那回来地上的脑袋就是你的了。所以说每个人的人设很重要，这个玩意儿它决定了一切。这些人心里怎么说的不重要，
打这边嗷嗷一声，窜出来一位，谁呀？张三爷，张飞、张翼德。嗨，我二哥李兰华兄，我们何不趁此机会打进泗水关？说的也对啊，都乱成这样了，咱们赶紧吧，马上加鞭，咱们胜利就在眼前。这个话刚说完，这儿站着袁术呢，太匹夫，无知匹夫！你这有事说事，你骂街干嘛呢？对不对啊？咱得讲理，人家说的是对是不对。再一个，您这身份在这儿了。那现在张飞是没身份，他是步弓手，啊，二爷是马弓手，他是步弓手，他还不如二爷呢。二爷12匹马呢，他没有，他就管8个人。啊，是身份是没你高，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没有身份呐，无知匹夫！众家诸侯在此啊，这个哪容得你在此胡言乱语？话音刚落，还得是曹操，公路。那袁术叫袁公路嘛，公路，你上公路待会儿吧。缓和一下气氛，得劝一劝呢。你想按张飞那脾气，这一搭茬，这不得轱辘起来吗？啊，赶紧劝了这个，安慰那个，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说，通过小事儿，日后曹操能有这么大的家业，应该人家的能力、品性方方面面是应该做大，这就是天道。这个客气话也说完了，事儿也聊完了。接下来咱得说下一步，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呀？大伙儿得商量。商量完了之后啊，最后袁绍说：“咱们是这样，摆在咱们面前的是2件事情，一个是泗水关，一个是虎牢关。过了泗水关就是虎牢关，虎牢关再往前50里就是洛阳城，咱们就能拿住老贼董卓。我是这么认为的，咱们呢，兵分2路。”咱把这诸侯啊分一下，其中的8路人马咱们列出来攻打虎牢关去，剩下的人咱们在这儿打泗水关，好不好？咱别都死守在这儿，没有意义。这儿紧跟着就排兵布阵，他这儿安排着，人家董卓那儿也得安排啊。一听说华雄死了，把董卓疼坏了，哎呀！损我一员大将，万没想到华雄死在了泗水关前，这可不成啊！当下第一要给这个泗水关增加兵将，派自己心爱的大将李傕、郭汜俩人带着5万人马赶奔泗水关，又让吕布带着5万人赶奔虎牢关。吕布领了命，往下就走，这才引出来虎牢关3英战吕布。